Without realizing it, who you're with and where you go have become such important memories. A film that turns a line, a plane, a fragment of memory into the images of one night in a foreign land. This is that film.再过2个禮拜就會下雪了吧？晚上的溫度大約是8度9度，或者更低。金黃水大路。前女王最愛的味噌青魚，我要沾一下醬汁。好，沾一下。你沾。很燙的樣子。羞，真的羞。會不會灼傷？真的羞。北海道就是要吃烤花魚。对啊，很脆，很脆。这个骨头都砍可以吃了，就跟餅乾一樣啊。好吃啦，不過好鹹啊。骨頭大部分都可以吃了，吃起來就像是那個餅乾一樣。太太想要買一個小樽的畫玻璃，那我們現在在猶豫，到底是要買冬天的還是要買秋天的？你想買哪一個？我正在看啊。我們覺得秋天的小樽真的很漂亮。這是反過來的。Thank you。他很認真的在幫我們拍照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我們又回到小樽了，然後這次是秋天回來，顏色非常非常的豐富哦。
這個房間裡配一個智能管家，那只要在它一開始的主畫面裡面按下你的語言，那之後就可以進行各種的設定。歡迎您蒞臨 Ottery Grandin Hotel， 我是小西管家，您的客房助理。我可以幫助您獲取酒店和周邊的區的信息，設置鬧鐘等。如果您有任何問題或需求，請隨時呼叫。有冷暖、暖房、冷房。這間還不錯的是，它在冬天剛開始的時候，現在這個季節居然還有提供冷氣，最低溫。有一次性拖鞋。鞋板，這是遙控器。主選單裡面有飯店的設施介紹，有 YouTube， 然後有藍牙，那也可以連手機。這是保險箱，非常迷你的保險箱。這是電熱壺。床頭上面的操作面板有 AC100伏，然後 Type C。這是床頭燈，可以調亮暗。這是床上的燈，這是房間內的燈。另外一邊的床頭櫃有 AC100伏 Type C， 然後下面還有儲存空間。來看看飯店睡衣。很長，它是連身的，然後全開，是前扣子的。這邊領口是一個 U 型的，那袖長呢大概是5-6分袖左右，有一點點收口。右邊有一個口袋，上面有一個有趣的圖案。枕頭有2種。看起來都很蓬，這個非常蓬，應該有18公分，壓扁之後可以很扁，到5-6公分。是羽絨枕，彈起來速度蠻快的。另外一顆比較重，然後它的厚度大概是13到15公分左右，兩面是不一樣的。這是一顆一顆的，這邊是羽絨，比較硬。被子是羽絨被，厚度就是中等。床是蘇打的，然後是4線，上下都有試壓層。床墊本身的厚度呢是24公分，那我們看看到地板哦，到地板大概是64公分，那它下面這邊啊，
高度是比較高一點點的，是鏤空，可以放東西。床底的空間有30公分的高度，我們推測這裡就是可以放行李箱了。房間裡可以整理行李的空間就是這一長條。那我們來看看床到壁面的空間大概是70公分左右。那長度的話，就從門口開始的長條到這邊大概是480公分左右，所以是瘦瘦長長的一個空間。行李就是这樣子排站。那空間不夠的話，就是先推進去床底下。房間裡呢有附一個水瓶，是玻璃的。那它的使用方法呢，就是打開裝水。那它這個是這個結構，所以你裝完水之後直接倒就可以用了。有一個小小的冷洞，這裡剛好適合放水瓶。這個鏡子可以調整角度。房間裡有牙刷，那其他的一次性備品在櫃檯。這邊有個止水條，然後進出的段落差不會很明顯。防滑是 OK 的，地面是粗糙面。我們來看一下淋浴間的大小，這邊是80公分，這邊是120公分。
個在3樓，在洗衣室附近，他們在走廊上裝飾着以前在地的一些過去的影像。電梯口一出來就有飲水機。如果是自駕的朋友，你想要短暫的停車下行李的話，那你可以從大馬路上往這個巷子彎進來。彎進來之後呢，沿着 Granville 的建築物彎到這個巷子裡面，這裡是他們的大門口，從這裡進去就是櫃檯了，所以這裡可以短暫的停車下行李。但至於他們的停車場很有限，所以如果停不到車的話，你可以先在這邊下完行李，然後再去附近的停車场停車。那這個停車場是附近除了飯店本身以外最便宜的停車場。那它就在我們之前住的安外飯店旁邊的一塊空地。那這是一個要先預付的停車場。那費率是一天24小時600塊。但是如果你是從下午3點到隔天11點以前的話，那就是400塊而已。要先按車牌號碼。然後再按1或者是2，一是全天，然後再按精算，然後就出現你該投的錢，然後就投錢。好，然後他就會給票。然後他就會給一張票，然後裡面有你的付款證明。就是你什麼時候付款進來的。然後再把那張單據放在前擋玻璃前面，這樣就完成了。那明天時間到之前，記得要來把車開走。那這裡就是剛剛跟大家說可以暫時來停車下行李的地方。那後面就是飯店的接待櫃檯。那停車場，這是他們的出入口之一。那後面的大馬路上也有一個出入口，不過目前都是滿車的狀態。那他們為什麼常常滿車呢？可能就是停車空間不夠，然後這裡遊客又多的關係吧。那他們裡面有 A、B、C 的停車區塊，那 PC 的區塊停車的限制是剛剛畫面裡面的。PC 是外面露天，可以停高一點的車子。那 PB 停的高度會小一點。PA 的區塊，一個殘障的車位。停車場有一個單獨的入口，可能很晚的時候你需要感應房卡才能進去。
那去年下雪的時候，還記得有一個畫面嗎？我們就在猜這裡到底是蓋的是什麼。那個時候我猜是希望是一個 food court 啦，一個 shopping mall 啦。那很顯然我猜錯了。這裡太太往前走那個地方，那裡就是小樽運河的大拜拜祭啊！不，當然就像我們剛剛說的，我們來過這邊，我們在這裡停留，我們在這邊架腳架，在夏季、在雪季、在春季，我們在這邊待過無數次，拍過無數個畫面。但是我從來沒有看過今天這麼紅、這麼橘、這麼綠、這麼黃、這麼有味道的這次的畫面，蠻驚人的。有的時候會不相信自己眼睛，天哪，它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？是大正，那我們飯店走出來之後啊，這附近周圍其實就是芥町通。小樽浪漫館的对面是最大間的 Lawson， 是離飯店最近的便利商店。那我們再往裡面有江太的壽司，那再往這邊有 Royce， 然後再往這個角落，就是我們之前曾經住過的 Anuai、Omofai 跟 Torifito。那附近有當初舊金融時代遺留下來的建物改建成的美術館，然後藝文展演空間，那非常的有氣質，然後還有非常棒的海膽冰淇淋店，就是我們剛剛說的這個小運河。我們今天住的 Grand Bell 就在這裡，這裡冬天會大變身哦。早餐是报房号，没有早餐券哦。
這碗是土鍋蘑菇飯。那我吃下去以後，有土鍋感，就是粒粒分明，可是有點軟，有點黏。我覺得應該是土鍋煮的吧，所以就很心滿意足的吃了一下。但是後來呢，我又拿太太手中那碗的海鮮凍的白米飯下去吃，一吃發現，口感很像可是這麼大量的飯不太可能都是用土鍋做的，對吧？所以今天拍到他們特別說他們的七星米是知名產地的特 A 級，我覺得還真的是特 A 級哦，這間的飯很好吃。這間餐廳的用餐體驗有一點有趣，就有些東西像青魚好了，青魚我就覺得他們做的比较不好吃，有點太乾，雖然表面有一點點恰恰梅納，但是事實上是軟的。但是像剛剛我說的，它白飯很好吃，米用的很好，豚汁也有一種異常的美味跟醇厚的感覺。飯非常好吃，很 Q， 是我喜歡的口感。可是鮭魚不是我喜歡的。这是剛剛那個胡麻豆腐，吃起來的口感呢 ，QQ 軟軟，有胡麻的香氣，有一點像是沖繩那個花生豆腐的那個質地啊。我覺得這個地方的一些小品小鍋。其實有一點小驚喜，這個是太太去拿的第二盤。那會拿第二盤的意思，大家應該都明白吧？這個茄子真的蠻好吃的哦。那這邊的根茎類蔬菜，它的蒸野菜，我覺得很一流。不知為何的，就是一種香甜感。這個也很好吃。那讓我很驚訝的，也很喜歡的是這個昆布卷，這個大家應該蠻常在早餐的櫃檯裡會看到它。但是這邊吃下去的時候，兩個感想：一個有魚的鮮味，第二個甜度剛剛好。